如果家里坪数超大，水泥墙超多，或是家中就是透天厝的朋友，这集邦尼带你来看如何简单搭建大坪数的网络环境，重点是要简单。关于如何搭建 WiFi 6的无线环境，邦尼也说的比较多了，但还是有很多观众询问，我家是透天厝，家中水泥墙太多，或是家里坪数超大，该怎么搭建 WiFi 6的网络环境呢？这时候邦尼就会建议你可以考虑 Mesh。 什么是 Mesh 呢？在开始之前，邦尼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买了一台路由器，但回家后发现讯号无法覆盖全家，你直觉的想法是什么呢？ A. 专心上班，不要上网了。 B. 专心念书，放下手机。 C. 大家挤在客厅滑手机。 D. 再买一台。没错，正确答案就是 A 或 B 啊。不是，我是说，如果你选的是 D 再买一台，你会发现，假设你们家有1、2楼，原本你在1楼连接1楼的 WiFi 顺用没什么问题，但当你走到2楼时，你会发现你的手机很固执，死命连着1楼的 WiFi， 不过讯号已经很差，速度也超慢。如果你想换到2楼的 WiFi， 你就必须进入设定，选择2楼的 WiFi， 然后连接上去，才能顺利连到2楼的 WiFi。听起来就是有点麻烦，虽然对理解这一切的朋友来说，就是换个 WiFi 而已，没错。但是对网络不熟悉的家人来说，不论对他还是对你，都是噩梦一场。好，说了这么多 ，Mesh 究竟是什么呢？简单来说，通过 Mesh 这项技术，你就可以将多台支援 Mesh 的路由器串联成网状网路。接着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只要连接上网路，系统就会将你连接到讯号最好的那一台路由器。你在1楼讯号好，系统就让你连接左下角这一台。当你在2楼右上角这台讯号好，系统就会自动将你切换到2楼这一台。而在使用上，跟以前只有1台的时候一样，它们共用一组 SSID， 也就是使用同样的 WiFi 名称。所以你可以想象 ，Mesh 就像把多台路由器组合成一整个网络环境。你只要连接上去，接下来你就开心的在家里自由自在走来走去，系统会自动切换到讯号最好的那一台路由器。不过说了这么多，搭建 Mesh 会不会很复杂呀？这次帮你测试的是 TP-Link 全新推出的 Deco X90， 除了支援 Mesh， 更支援新一代的 WiFi 6，速度最高可达6600 Mbps， 性能还是相当强劲。邦尼稍后也会有相关测试。主机上分别有1G 加 2.5G 双孔，在数量上比较少一些。如果有连接需求的朋友，可能需要搭配交换器使用。而在设定部分 ，TP-Link 在设定上一直都非常简单。步骤1，从2台主机中选出任何一台你喜欢的 Deco X90 插上电。步骤2，将插上电的这台主机透过盒装内随附的网路线接上数据机，例如中电信的小乌龟，或是台湾大宽屏的主机，一端插在数据机，一端插在 Deco X90。步骤3，没有步骤3了，这样硬体设定就完成喽。接着透过手机直接下载 TP-Link Deco 专属的 App， 打开后点击让我们开始吧，选择 X90， 然后点击下一步，下一步。接着跟着画面上的指示，确认你的 Deco 指示灯是蓝灯慢闪，也就是蓝灯会向画面上闪烁。如果不是的话，拿退卡针长按机身底部的 Reset， 让 Deco 重设重开机。如果是的话，点击确认，系统就会自动设定 Deco。再来进到手机的 WiFi 设定，就可以看到出现了 Deco 的 WiFi 讯号，点击连接就好。接下来，系统就会自动侦测网络环境，提供建议的设定。一般用户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好。最后，输入你要的 WiFi 名称以及密码，就小功告成啦。最后的最后，拿起所有要连 WiFi 的手机，找到你的 WiFi， 输入你刚才输入的密码，就能连上了。最后的最后的最后，回到 App， 邦尼会建议进到设定，进入进阶选项中，将快速漫游以及波束成型2个功能打开，才能完整发挥 Mesh 加 WiFi 6的效能。对了，这时候有人要问，那另一颗要怎么设定才能把它们串在一起呢？很简单，把第2台 Deco X90 放到你希望放置的位置，然后插上电让它开机。接着你就放着，对，就放着。1-2分钟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第一台 Deco 会自动找到新上线的 Deco 小伙伴，你什么都不用做 ，Deco 就会自动连接完成，并且完成所有设定。不过其他的 Deco 究竟要怎么摆放比较好呢？简单来说，如果家里是坪数大，也就是平面空间很大，可以采用画面上的3点或是2点的方式摆放。如果是上下楼层，则是可以采用左下右上的摆放方式。而若是2台 Deco X90 还是不够覆盖全家范围， Mesh 的好处就是可以再添购几台 Deco 小伙伴完整覆盖咯。当然，主机跟主机间的通讯距离还是有上限的。如果你把第2台 Deco 放得太远，造成第1台 Deco 传输品质下降，反而无法完整发挥。所以建议尝试一下最适合的距离，让讯号完整覆盖整个家庭。不够的话，就需要再加购1台 Deco 了。除此之外，这次 TP-Link 在 Deco X90 上也用上了 AI 智慧漫游技术。简单来说，就是当你拿着手机在空间中移动时， Deco X90 可以更快速的在不同路由器中智慧切换，而且系统也会自动辨识每一台路由器的负载状况。如果某一台路由器占用较多，系统也会自动进行资源分配。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自动帮所有连线的装置提供最适合的连线方案。另一方面，则是路由器跟路由器之间的传输。Deco X90 的智慧天线会自动侦测，并且连接所有 Deco， 同时侦测主机之间的连接强度。例如，你有3台主机，主机跟主机间的连线可能因为家中有讯号干扰而断线，系统会提供最适合的讯号来源，不会因为某一台机器离线就影响整个讯号覆盖。最后 ，Deco X90 身为一台同时支援 Mesh 加 WiFi 6的机种，邦尼还是必须帮大家复习一下什么是 WiFi 6。WiFi 6又称为 802.11ax， 是新世代的 WiFi 标准，主要提升可以从2个面向来看。首先是更快的传输速度 ，TP-Link Deco X90 采用3频 WiFi 的解决方案，分别是 2.4 GHz 574 Mbps、5 GHz 1021 Mbps、5 GHz 4804 Mbps， 在网络速度上最高达到6600 Mbps。第2个部分则是在多装置或是多人传输有所提升。以 Deco X90 来说， WiFi 6支援 4x4 MU-MIMO 以及 OFDMA。 先来说 MU-MIMO 是什么。简单来说， MU-MIMO 能够在多装置传输时同时开启多个传输通道，能够进一步提高多装置同时传输的性能。在 WiFi 6当中，更可以支援多个使用者同时上传及下载。那 OFDMA 呢？简单来说，你可以想象成你有3个包裹要送到3个地方。上一代的 WiFi 5在运送时必须要开3趟，一次只能将1个包裹送到1个地方。而 WiFi 6的 OFDMA 技术则可以将3个包裹装到同一台车，然后直接送到3个地方，能够进一步降低传输时的延迟。随着时间来到了2021上半年，几乎所有的新世代旗舰行动装置都已经支援 WiFi 6，手机、平板、笔记型电脑、桌上型电脑大多都已经有支援 WiFi 6的产品。如果你还记得2019邦尼在聊 WiFi 6时，甚至只有2-3只手机支援。现在市场上支援 WiFi 6的装置真的多了很多，邦尼自己也用了快2年了， WiFi 6设备也是越来越多。如果你的装置没有支援 WiFi 6，也不用担心， WiFi 版本是向下相容的。最后带大家看一下这次 TP-Link Deco X90 的实测表现。TP-Link Deco X90 的外观设计还是采用相对简约、更能融入居家的机身设计。天线隐藏在机身内部，有4组高增益天线，以及2组用于 Deco 间的智慧天线。规格部分 ，Deco X90 搭载 Broadcom BCM6755 1.5 GHz SoC， 支援 WiFi 6，Mesh 则是支援 802.11 kV2。不过 Deco X90 作为 Mesh 家族的成员，在机身接孔上还是比较少一些。接下来邦尼就帮大家测试一下 Deco X90 的表现。从我们的画面上可以看到 Galaxy S21 Ultra 5G 上可以正常辨识 WiFi 6，并且显示有6的 icon。在连接速度上，则是会受到不同装置连线性能有所差异。例如2020的旗舰手机大多落在 1.2 Gbps， 而今年的新机，例如 S21 Ultra， 则是可以达到 2.4 Gbps。而在测速上，邦尼以下一样提供平面图。邦尼一样将主机放在客厅的位置，并且透过中电信300 Mbps 以及台湾大宽频1G 方案，搭配支援 WiFi 6的 S21 Ultra 进行实测。我们先来测只有1台主机的状况。
在邦尼的测试中，距离主机1公尺的位置，跑满大宽屏1支以及中电信300M 都没问题。S21 Ultra 连接速度则是达到跑满的 2.4Gbps。接着是隔了一道墙的办公区，实测一道墙阻挡，1G 跟300M 的方案一样可以跑满没问题。不过连接速度则是下降到 1.4Gbps。再来是更远的拍摄间 A， 单颗之下速度下降到561Mbps， 但以过去同样条件下，测试结果普遍落在200到300Mbps 的表现来说，单颗达到561Mbps， 表现其实非常不错。所以为了榨出剩下的性能，邦尼跑出我们以往的测试范围，来到阳台，并且再把通道的门都关上。到这么严苛的地方，居然还能跑出321Mbps。实测中 300M 的方案还是一样可以跑满。可以看到这次 Deco X90 在单颗之下的表现真的非常不错。接着我们测试2台机器 Mesh 之下的表现，距离主机1公尺的位置还是连接在第一台主机，所以测试结果基本一致。接下来是隔了一道墙的办公区，还是连接在主机，跑满没问题。再来是更远的拍摄间 A， 因为距离关系，系统已经自动切换到第2台路由器，速度从561提升到896，而最远的阳台则是从321Mbps提升到862Mbps。可以看到在 Mesh 下的结果，拍摄间 A 以及阳台也都有跑到800Mbps 的表现，就像是残血又补了血的感觉。以下邦尼提供中电信300M 以及台湾大宽屏1G方案的所有实战结果供大家参考。而在附加功能上 ，TP-Link Deco X90 一样可以透过 App 直接设定许多功能，例如快速开启访客网路，或是在 Home Shield 中开启家长监护，限制家中成员每日上网时间，并且可以针对时间以及内容进行过滤及控制。设定上也很简单，只要设定家中成员，例如选择儿子，接着加入儿子使用的装置，就可以封锁特定网站、过滤特定内容等等，也可以直接过滤哪一些分类的内容。此外，也可以设定每天可以连线的时间。不过，如果想要更细项的设定，就需要额外付费购买 Home Shield Pro 了，邦尼认为有点可惜。此外，系统也会自动分析网络风险、监控效能等等，同样也可以开启 QoS。整体来说 ，TP-Link Deco X90 除了支援 Mesh， 更支援了更接近未来标准的 WiFi 6。关于 WiFi 6，邦尼也说了不少。随着2年时间过去，市场上 WiFi 6的装置也多了很多。而在性能上 ，Deco X90 作为 TP-Link 高阶定位的 Mesh 产品，测试结果是邦尼比较惊喜的部分。尤其在单颗之下的连接表现就已经非常不错。不过要注意的地方也有，作为 Mesh 定位的产品，接孔数量比较少一些，如果有需要，可能要搭配交换器使用。此外，在 App 的一些细部功能需要额外订阅，邦尼会觉得有点可惜。不过整体而言 ，Deco X90 作为一台高阶定位的 WiFi 6加 Mesh 机种，考虑到价位，性能还是很不错。而 Mesh 最大的特色就是你可以依照需求自由扩充，并且覆盖整个家庭。这一代的智慧漫游在讯号切换上也更加利落。在邦尼的体验中，只要讯号即将离开主机最优的范围，系统会很快的切换到第2台路由器，使用上几乎可以说是无缝。好啦，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邦尼没说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